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不知不觉间人已步入老年。人生走到最后，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，那就是如何适应老年孤独的生活。然而，有些人即便身边没有一个朋友，却依然能够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好。他们内心坚定，怀揣理想，着实令人钦佩。人到老年才明白，那些独来独往没有朋友的人，往往具备3种优秀品质，并且拥有独处的能力。他们可以自己喝茶、看书、散步，尽情享受精神世界的富足。其实，拥有独处的能力在老年时期尤为重要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边的朋友和亲戚必然会越来越少，父母渐渐老去，甚至已经离世，亲兄弟姐妹各自组建家庭，也是聚少离多。曾经的战友、老同事、老同学，一年到头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，大多只是躺在通讯录里，电话都很少拨打。所以，人到老年，必须要学会适应独处的生活。而独处的生活其实并非毫无乐趣，相反，它能让内心更加宁静。邻居张大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每次见到他，他总是神采奕奕，温文尔雅。当被问及如何保持这样好的心态时，他说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喜欢喝茶，沉浸在一本好书中，汲取古人的智慧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心情不好时，就会独自去公园的林荫小道散步，聆听鸟的歌声，心情瞬间就会开朗许多。他越来越享受这种独处的生活方式，心态也变得越来越沉稳，脾气越来越好，感觉精神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禅。那些独来独往没有朋友的人，往往具备这3种优秀品质，你我共勉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内心强大且自律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那些独来独往没有朋友的人，他们往往具备一种令人钦佩的优秀品质，内心强大且自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品质在老年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。当人老了，如果身边没有朋友，却不感到孤独，还能悠然自得地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无疑展现出了其内心的强大。要知道，大多数人对于孤独是充满恐惧的，而能够适应孤独生活的人，必然拥有很强的心理素质。这种强大的内心支撑着他们在没有朋友陪伴的日子里，依然能够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。同时，这类人往往也是极度自律的，自律是他们能够享受独处生活的重要保障。自律的人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十分充实，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详细的规划，绝不会让自己浑浑噩噩地度过每一天。就像朋友的姐姐，她今年已经60多岁，独自一人居住，然而她的生活却充满了活力和激情。她不仅制定了每周的计划，甚至还有全年的规划。他的每一天都被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填满，无论是阅读书籍、学习新技能，还是进行适度的运动，他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有些人虽然身边朋友众多，但这些朋友大多是酒肉朋友，他们在一起只是单纯的吃喝玩乐，追求短暂的享乐，精神世界实则十分空虚。而对于内心强大且自律的人来说，他们不会在意朋友数量的多少，他们明白，朋友贵在质量而非数量，他们一切随缘，更专注于自身的成长和发展，致力于做好自己。因为他们深知，朋友过多可能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，而适当减少朋友的数量，反而可以让自己更加专注于个人生活。
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。2、对自身实力有自信。退休后，那些看起来朋友很少，表面上给人孤独之感的人，实际上往往是很有实力且自信的。他们从不依赖他人，依靠自己就能过好余生。我曾经认识一位朋友，退休后他经常独来独往，看到大家跳广场舞，他也不会盲目参与。他喜欢自己喝茶、看书、打太极拳，非常享受个人生活，偶尔还会出去旅游，见识外面的世界。表面上看，他似乎很孤独，但深入了解后才知道，他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人。他是当地一所知名大学的退休教授，每月退休金过万，加上以前的积蓄，早已实现财务自由。退休后，很多人邀请他去参加讲座，一些企业也高薪聘请他担任技术顾问，但他都一一谢绝了。他只想在退休后安静地享受生活，所以不要小看这类人，他们只是厌倦了世俗的热闹生活，退休后渴望享受一份宁静，看淡了名利，内心富足。正如100岁老人杨绛先生所说，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，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内心的淡定与从容，是岁月的沉淀，是年华的修行。如果在生活中遇到独来独往的人，不要小瞧他们，他们都是有本事的人。3、养老方式的选择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养老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问题。我的邻居是一位85岁的老阿姨，她性格温和，待人友善，每次在电梯里相遇，都会亲切地问候一声。自从3年前老伴去世后，她就一直独自居住，既不请保姆，也不和儿女同住。当我问她，这么大岁数一个人住是否寂寞，为什么不和孩子们一起住时，阿姨笑着说出了心里话。她说自己最小的孩子都50岁了，都当老爷了，3个孩子2女1男，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还要帮儿女带孩子。她觉得自己一个老太太过去不仅帮不上忙，还会给他们添麻烦，而且她这个年龄的人，生活习惯和爱好与孩子们不同，在一起不自由。她现在身体还算健康，有些小毛病，按时吃药也无大碍，自己一个人住，既不给晚辈添麻烦，自己也能图个清静，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虽然一开始孩子们不同意他独居，坚持要接他到身边照顾，但最后都被他回绝了。后来大家达成一致，每天有钟点工来帮忙收拾家务，饭他自己做，每天晚上8点和孩子们固定通视频。每个周末孩子们都从北京赶回来和他过周末，这样既保持了距离，又不会距离太远，对大家都好。阿姨还说自己有退休金，吃喝不愁，孩子们也都有出息，不用他接济，所以他很满足。他觉得大家都健健康康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。阿姨是个特别自律的人，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，几点起床、遛弯、吃药、喝茶都有详细规划，并严格执行，所以他的生活过得很充实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，4世同堂的情况很常见，但像这位阿姨这样选择独善其身的人却不多。在《理想国》里，苏格拉底和克法洛斯谈论老年人的问题时，克法洛斯说，有些老年人总是长吁短叹，抱怨自己吃不动、喝不动，失去了年轻和爱情的乐趣，觉得生活不再是生活，还抱怨家人对他们的怠慢和疏忽，而他自己却选择平静地摆脱这些事情，
感觉很舒心。事实上，那些叹息和对亲人的抱怨，并非仅仅因为年龄，还与心境和性格有关。如果一个人天生平静和快乐，那么他几乎感受不到年老的压力；如果一个人天性相反，那么无论年轻还是年老，都会是自己的负担。苏格拉底还提到，克法洛斯能够平静地面对年老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有足够的金钱安度晚年。所以，大部分老年人晚年不能自由、体面地生活，一方面是因为心境，另一方面是缺乏足够支撑体面生活的财富。有些老人和儿子一起住，要看儿媳妇脸色；有些和儿女一起住，因为代沟经常闹不愉快；有些因为久病床前让孩子们为难。所以，如果有条件独居，也未尝不可。受传统美德熏陶，大部分子女还是很孝顺的，能体谅父母的不易，会尽孝心。但在一起久了，难免会有诸多不便。像这位老阿姨这样的老人，无疑是活得透彻明白的。人人都会老去，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在年轻时就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好准备，赚够养老钱，调节好心情，拥有一个好体魄，然后能够平静坦然地走进老年，安详体面地度过余生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，愿我们在晚年时光都能保持活力与幸福。许多能够触碰到心灵的话，都是通俗易懂且深入生活的。生活中太多人对情感的表达只有一种方法，那便是提高声音，甚至有时候会用发怒这种错误的方式去表达除发怒之外的情绪。除了不会表达，还有不少人不会沟通，甚至干脆不愿意沟通。这些人表面冷漠，擅长思考，于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独来独往。通常情况下，独来独往的人并不是寂寞，而是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。这种人要么内心强大，要么曾受到心灵的创伤。痛苦使人思考，思考令人睿智。一个总是独来独往的人多半更优秀。他们的独无非是出于这4种心态：一、受尽了挫折，所以习惯了冷漠。有人说，圈子不同，不要强融。微臣要说，级别不到，休得胡闹。人最怕的就是高攀，不对等的关系总是坎坷的。这世上没有2个完全相同的思想，正如没有2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孤独的，外向是生活需求，孤独才是自我享受。年轻的时候曾暗暗想过，自己要做一个温暖的人，凡事替别人考虑。确实这么做之后才发现，别人都是欺软怕硬的，你的温暖只会纵容对方肆无忌惮。老话说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是极有道理的。好说话的人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坏了规矩，看着后遗症层出不穷，在应接不暇之后，人就会变得冷漠。太多人不懂得感恩，说的还是2朋友吃鸡蛋的故事。当一个人习惯性地接受另一个人的馈赠后，就会打心底认定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若有一天馈赠者收回了馈赠，就会发生翻脸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人越长大越孤单，越经历越冷漠。因为曾受尽挫折，所以学会了保护自我。2、经历了背叛，便开始逃避情感。人生是苦的这个观点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，那些尝到苦涩的人都会认同这个观点，却不知苦难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不经历苦难很难有所成就，痛苦和幸福其实是一体的。不经历足够的苦，就无法感受到足够的幸福。遭受背叛是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，那种感觉就像小心翼翼地护着的一颗心被人摔在地上一样，
人都有条件反射，无论面对好的还是坏的事情，经历过背叛的人容易逃避感情，没有人喜欢独来独往，只是在经历了疼痛之后不敢再继续同情。并不是所有的背叛所带来的都是伤心欲绝，有些人哭过之后依然热情似火，有的人却从此走上了冷漠。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定是有原因的。苏轼在经历过生活的蹉跎后写出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句子。孤独是一个人的美景，人一旦踏上了孤独的道路，便不再在乎外在的天气是风雨交加还是晴空万里，世界从此只在自己心里。3. 走过了岁月，懂自己内心安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越发能体会到内心安宁的重要性。岁月如同一把无情的刻刀，在灵魂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，而正是这千锤百炼，让灵魂变得强壮。在生活的风雨洗礼下，那些曾经不切实际的欲望也逐渐安分起来。内心安宁已然成为了幸福的真谛，而知足常乐才是生活的本真。尘世的喧嚣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都无法完全逃脱。只要我们活着，就必须直面生活的种种，无论是美好的、丑陋的，还是令人愉悦的、痛苦的，都只能接受，且不得不接受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人生最难的便是获得安宁。我们要努力做一个从容不迫的人，既能习惯热闹的场合，也能坦然面对孤单的时刻。泰戈尔曾说，孤独是一群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个人的孤独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孤独的本质。孤独并非是独来独往的外在表现，而是一种心理状态。一个拥有丰富思想的人，即便总是独来独往，也不会感到孤独，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足够丰富，能够在独处中找到乐趣和满足。人生本就是一场修行，而修得内心的安宁，才算真正的成功。在岁月的匆匆流逝中，我们或许已经错过太多的风景，此时不妨停下来，一个人好好的静一静。独来独往的安宁其实是一种智慧，它让我们能够在喧嚣的尘世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，让疲惫的心灵得到休憩。在这片宁静中，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人生，思考生活的意义，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，找到内心的平衡。4. 看清了人生，不愿再为难自己。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中这样写道：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说的话，现在都可不理。当一个人看清了人生之后，就会变得高冷，厌倦了白天的伪装，开始懂得自己，喜欢月光。简单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当我们看清了许多事情之后，便不愿意再为难自己。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有些事情并非通过为难自己就能达成所愿。三毛说，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流浪。当我们看清世界之后，应该给自己营造一方净土，独来独往便是一种很好的选择。这样我们不必应付世事的纷扰，在风雨来临时，只需做一个静默的观客就好。独来独往的人深知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，与其违心假装，不如干脆卸下伪装。这样做不仅不为难自己，还能为生活留下思考的时间。人因思考而进步，越是优秀的人往往越孤独，因为他们在孤独中能够更加专注地思考问题，探索真理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在人生的长河中，
我们都在不断地追求内心的安宁和自我成长。走过岁月，我们要学会珍惜内心的宁静，理解独来独往的智慧。看清人生后，我们要勇敢地放下伪装，不为难自己，在独处中寻找生活的真谛和自我提升的空间。无论是内心安宁还是独来独往，都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探索和领悟的重要课题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